老年人夜尿几次算正常？有哪些危害？如何应对？67岁的老郭最近可是犯了愁，白天老是提不起精神，日常生活中常常困得打起了盹。朋友们都问他，你是不是晚上睡太晚了，睡眠时间不够啊？老郭连连摇头，我这每天10点就按时睡觉了，睡眠时间肯定是充足的，但就是晚上老想起来上厕所，睡不好啊。听到这，大家都劝老郭上医院看看。你这老睡不好也不是事啊，还是上医院看看吧，万一是身体出现什么状况了呢？老郭赶忙在家人的陪同下前往医院。医院里，医生听了老郭的描述后，询问了老郭的既往病史。医生了解到老郭具有糖尿病史，在夜间因为尿意醒来排尿的次数可以达到5次。根据现有情况，医生怀疑老郭罹患夜尿症，为老郭进行了排尿评量表考察。医生为老郭准备了相应的测量工具，叮嘱老郭回家后测量夜间排尿总量，记录夜间排尿次数。根据老郭的测量结果，医生计算出老郭的夜间多尿指数为 37%， 夜间膀胱容量指数为 0.5， 这些测试结果表明老郭夜间膀胱容量下降，且表现为夜间多尿。按照临床标准，老郭确诊罹患夜尿症。考虑到老郭的身体情况及平时用药情况，医生为老郭开具了针对膀胱容量减少、排尿次数增多人群的药物 AD， 同时并向老郭科普夜间尿量增多的原因及平时如何预防。1、老年人夜尿增多的原因。夜间多尿是造成大多数成年人睡眠阻断、睡眠质量下降的重要原因。我们发现身边很多人或多或少都存在夜间多尿的困扰。实际上，夜间尿量增多在成年人群中并不少见，尤其在老年人中非常常见。引起老年人夜间尿量增多的原因较为广泛，许多因素都可以导致老年朋友们的尿量增加。在这里，我们为大家整理了几个引起老年人夜间尿量增多的常见原因。1、呼吸系统疾病。随着年纪的增长，机体各项功能都会不同程度上地出现衰退现象，其中呼吸系统衰退较为明显。老年朋友们常常因为呼吸系统衰退导致罹患各种呼吸系统疾病，这些呼吸系统疾病大多与气道阻力增加具有较高的相关性，如阻塞性的呼吸暂停。该疾病造成的缺氧现象会刺激肺脏血管收缩，导致右心房透壁压升高，促进血液中辛钠素的增加，促进肾脏排泄。因此，对于罹患呼吸系统疾病的老年朋友们，常常会出现夜间尿量增加的症状。2、肾功能衰退及肾脏疾病。肾脏作为人体泌尿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对于尿液的产生、排泄具有重要作用。肾脏随着年龄增长的衰退较为明显，许多老年人常常会罹患上肾脏相关的慢性疾病。当我们的肾脏罹患疾病时，常常会导致出现异常的水盐代谢。如当我们的肾小管浓缩能力出现问题时，机体内代谢的水远远高于正常水平。过多的尿液导致夜间频繁产生尿意。当我们的肾脏代谢能力出现衰退时，体内需要代谢的水盐不能够正常排除，积蓄在体内也会导致夜间尿意的产生。3、膀胱衰退及病变导致容量降低。膀胱作为储存尿液的器官，对于正常排尿的调控具有重要的作用。在年龄的增长和某些疾病如膀胱过度活动症、良性前列腺增生等的影响下，膀胱的弹性减小，容量降低，从而导致尿液储存能力下降，夜间排尿次数增加。此外，对于一些膀胱功能失调的患者，常常会出现尿路梗阻的现象。长时间的尿路梗阻会对肾髓质和远曲小管造成损伤，干扰了正常的尿液代谢，导致身体内的水无法正常排泄出去，导致夜间产尿量增加，从而产生夜尿频繁的现象。4、糖尿病的影响。糖尿病是老年人群最常罹患的一类代谢疾病。由于糖尿病患者尿液中的血糖含量较高，对尿道具有刺激作用，且高浓度的糖尿有渗透利用的作用，从而导致糖尿病患者日常尿量增加。这种增加在白天也有所体现，且糖尿病患者长期的高血糖很容易对肾脏造成伤害，导致肾脏受损而引发病变，进而出现糖尿病肾病，导致尿液增多、夜间多尿的现象。此外，日常生活中不当的饮食也会造成夜尿增多的情况，如食用腌制肉等含盐高的食物，睡前饮用过量的水、咖啡及浓茶等也会造成夜间多尿的情况。2、
几次夜尿算是正常？夜尿过多有什么危害？在介绍了夜间多尿的原因后，相信许多老年朋友们都会有这样一个疑惑：如果我存在上述这些原因，且出现了夜间排尿的现象，是不是需要尽快就医治疗？实际上，夜间排尿属于正常现象，只要不是过度频繁，不影响生活质量的情况下，无需治疗。临床数据显示，正常人夜间排尿1次属于正常现象。如果长期出现夜间排尿大于2次的情况，则需要前往医院进行检测，而老年人因为身体功能下降，正常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夜间排尿2次的情况，超过2次时就要注意了。长期频繁的夜尿现象会对人们的正常生活造成困扰，影响生活质量和睡眠质量。在这里，我们盘点了一些夜尿的危害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一、睡眠质量下降。夜尿带来的危害最为明显的是睡眠质量下降。频繁的起夜会对我们的睡眠质量造成严重的威胁，进而出现入睡困难、睡眠深度不够、睡眠时间较短的现象。当我们睡眠质量得不到保障时，我们的身体素质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。长期睡眠质量下降不仅会使我们的机体免疫力下降，间接导致各种疾病的发生，还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们的精神状态。临床研究显示，睡眠不足的老年朋友常常会出现抑郁、性格暴躁、认知功能障碍的症状。二、增加摔倒风险。老年人因为身体衰退的原因，视力和行动能力、反应能力有所下降，在夜间活动时容易出现摔倒的现象。夜间起来排尿很容易产生头晕、摔倒的现象，增大了老年人跌倒的风险。临床上，夜尿常常导致跌倒性损伤的出现，严重时甚至威胁到老年朋友们的生命健康安全。三、诱发心血管疾病。夜间起来排尿时，由于体位的改变、排尿时用力过度、排尿时腹腔内压降低等原因，导致血流发生改变，常常导致大脑供血不足和反射性低血压的出现，从而加重或者诱发心血管疾病的发生。这在很大程度上对老年朋友的身体健康造成严重的威胁。可见，频繁的夜尿并不是一种好现象，甚至对我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。三、生活中应如何应对夜尿增多？相信经过上面的介绍后，大家对于夜尿及夜尿症有了清楚的认识。相信大家可能会问，那么我们在生活中应该如何减少夜尿的现象或避免夜尿症的出现呢？在这里，我们为大家盘点了一些改善夜尿现象的小技巧，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来看看吧。一、减少睡前饮用水量。减少夜尿最直接的办法就是从根源减少尿液的生成。引起夜尿的人为和环境因素主要包括利尿剂的使用、饮用咖啡、浓茶及酒类物质或睡前大量的饮用水。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我们的水分代谢，使得代谢的水分增加，从而导致夜间尿量的增加。对于老年人朋友，我们应该避免这些因素的出现，睡前最好不要大量的饮水，也不要在睡前服用利尿药物，避免夜间频繁起夜排尿。二、少吃高盐食物。对于出现夜尿的朋友们，需要对饮食习惯进行调整，日常生活中减少高盐饮食的频率，尽可能减少钠盐摄入。一方面，钠盐摄入的减少可以有效的降低饮水需求，减少水分的摄入，从根源上减少尿液的生成量，有助于减少夜尿。另一方面，钠盐摄入的减少有助于避免高渗尿液的出现。高渗尿液的出现将会增加体内代谢水分量，使得尿量增多，出现夜尿。三、盆底功能锻炼。由于大部分夜尿的出现与膀胱功能下降有关，因此通过提高膀胱的功能来减少夜尿的出现，也是一个较好的策略。临床上常常建议出现夜尿的患者进行提肛运动，由于提肛运动有助于增强盆底肌肉的力量，使得盆底功能得到锻炼，有效的改善膀胱的控制能力，减少夜尿的出现。此外，还可以通过腿部运动的锻炼提高盆底肌的力量，也可以通过抬高下肢等方式减少水潴留的现象，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夜尿的出现。四、注意夜间保暖。对于夜尿频繁的人群，可以注意夜间保暖。夜间保暖有助于增加皮肤的血液供应，有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，可以帮助我们将人体内的水分分散到全身，减少尿液的产生。此外，夜间保暖还有助于促进我们的睡眠质量，
辅助性的缓解夜尿增多的现象。生活中这些技巧可以帮助我们减少和避免夜尿的出现。但是如果我们一旦有夜尿增多的症状，且其频率已经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和生活质量时，我们应该及时就医检查，排除疾病因素，同时通过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来改善夜尿问题。对于罹患夜尿症的朋友，也不用太过于担心，夜尿症的治愈率、改善率较高。我们只需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，调整生活方式，保持乐观心情，定能恢复身体健康。在听完医生详细的介绍后，老郭意识到夜尿的严重性，积极配合医生治疗。在日常生活中注意调整饮食结构，增加活动量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，老郭的夜尿情况得到很好的改善，睡眠质量和生活质量都有了显著的提高。经过这段时间的经历，老郭感慨，夜尿虽小，但不可小视。夜尿太过频繁是种病，及时就医才是王道。